當今世界上最可能引爆核戰的地方，或許是在台灣海峽，因為這裡是中美角力的軟肋。北京不接受台灣走向法理獨立，華盛頓的《台灣關係法》又承諾維持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。一旦任何一方誤判，台海危機就可能不只是區域衝突，而是大國戰爭，甚至核戰風險。作者馬凱碩在《凍結對話與貿易和平的3項原則》一文中指出，和平不能靠運氣，而要靠制度性的克制。他提出3個原則：凍結、對話與貿易。第一，凍結。所謂凍結，不是解決所有問題，而是先維持局勢的穩定。中美之間在數十年未在台海發生直接衝突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個中國政策形成的一種模糊但有效的平衡。它讓各方有立場可循，也產生了止戰的效果。危險的是，當政治人物為了短期利益，試圖打破這種平衡，就可能把整個區域推向深淵。第二，對話。大國之間最可怕的是沒有溝通。當領導人不再對話時，猜疑就會變成判斷，誤解就會變成行動。拜登與習近平的通話，在作者眼中之所以重要，不是因為它解決了所有問題，而是因為它至少降低了誤判的幾率。戰爭爆發常常不是因為人們不要和平，而是因為雙方都以為對方準備動手。第三，貿易。貿易未必能讓國家變成朋友，但能讓彼此提高避戰的動機。作者用印度與巴基斯坦、中國與越南做比較，印巴貿易成長有限，邊境衝突依舊緊張，而中越雖有戰爭記憶與領土爭端，但雙邊貿易大幅成長，邊境局勢也就相對穩定。當利益交織越深，想要開戰就變難了。亞洲的繁榮不代表亞洲已經安全。過去30年，亞洲經濟快速崛起，但也同時累積了民族主義、領土爭端與大國競爭的火藥儲備。亞洲的未來很大程度與台海和平掛鈎，而台海和平與否的關鍵在中美的態度。只要美國始終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，中美就有溝通的空間，並保持互利的現狀。和平不是自然狀態，而是需要被維護的秩序，因為戰爭只需要一次誤判，維持和平卻需要每天不斷的努力。